我跟你说一件很实在的事儿，很多人吃了一辈子鸡蛋，天天水煮，天天进补，却不晓得自己一直都在伤脾胃，这才是最可怕、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。你每天早上那颗习以为常的水煮蛋，很可能就是你腹胀、反酸、浑身没力、大便稀烂、冲不干净的真正原因。今天我就把这件事讲得明明白白，你听完马上就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一步。你一定有遇过这种情况，身边很多长辈来找我看诊的时候，都说这里酸那里胀，吃一点东西就顶在胃里，反酸烧心，大便总是不成形，粘在马桶上冲好几次都冲不掉。更严重的是，明明没做粗重工作，却整天疲倦无力，精神提不上来，心情还容易烦躁，睡不好。你是不是也一样？明明很认真在养生，每天固定吃水煮蛋补身体，可是这些不舒服怎么都甩不掉，药吃了，补品也买了，就是不见好。我今天就跟你讲一句真心话，你脾胃的问题十有八九就出在这颗你以为最健康、最安全的水煮蛋上。我们中医看诊几十年，最看重的就是脾胃。老话讲，脾胃一伤，百病找上门，脾胃一衰，身体就跟着衰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吃进去的所有食物都要靠脾胃去运化、去吸收，才能变成气血，滋养全身。就像田里的稻子，要有好土地才能长得好，我们的身体也要靠脾胃这块好土地，才能生出足够的气血。一旦脾胃虚弱，运化不动，吃进去的东西不但补不到身体，还会变成湿气、积滞、垃圾，堆在体内排不出去，时间久了，各种小毛病、老毛病一个接一个来。而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的水煮蛋，只要吃法不对，就像在贫瘠的土地上硬塞太多难消化的肥料，不但养不好土，反而把土地越搞越坏，脾胃越伤越重。前阵子有一位63岁的李阿姨来找我的时候，脸色苍白，眼神没光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她说这大半年来没有一天是舒服的，她每天早上一定吃一颗水煮蛋，想要补营养、顾身体。结果吃不到2个月，就开始觉得胃闷闷的、重重的，吃一点东西就反酸，有时候睡到半夜还会被烧心感烧醒。一开始她以为是老胃病复发，自己去药局买胃药吃，吃了半天，不但没好，还越来越严重。到后来走路都没力气，体重掉了10几斤。我帮他把脉，脉象又细又弱，像快要断掉的线。再看他的舌头，舌苔白白厚厚的，像铺了一层霜，湿气重，脾胃虚的很明显。仔细一问才知道，他不止早上空腹吃蛋，晚上肚子饿也会再煮一颗当宵夜，而且他特别喜欢煮到半熟，蛋黄流心。他说这样嫩，营养不流失。你看看，就这2个习惯，把脾胃伤到什么程度？还有一位59岁的张先生，退休公务员，平常非常注重养生，每天晨练结束回家一定煮2颗水煮蛋，再配一杯浓茶当早餐。他还常常跟朋友说，鸡蛋补蛋白质，浓茶去油腻，这样搭配最健康、最完美。可是从去年开始，他慢慢发现大便越来越黏，马桶很难冲干净，肚子整天胀胀的，连晨练都觉得没力气。去医院检查，肠胃镜都做了，没有大问题。医生只说是功能性消化不良，开了益生菌，吃了好一阵子，完全没改善。后来经由朋友介绍找到我这里，我一问他平常的饮食习惯，他一讲到鸡蛋配浓茶，我心里就明白了，问题根源就在这里。这哪里是养生绝配，根本就是伤脾胃的危险搭配。为什么一颗很普通的水煮蛋会让我们中老年人的脾胃这么难受，这么受伤？关键就在鸡蛋的特性，还有我们年纪大了之后的体质改变。中医里讲，鸡蛋性平，味甘，确实是滋补的食材，可以养阴、润燥、补血、安神，是很好的营养来源。本草纲目也提到，蛋白气清性微寒，蛋黄气温性偏补，精不足的人可以用它来调养
但是鸡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质地滋腻，不容易消化。年轻人脾胃好，运化快，吃多一点也没感觉。可是我们上了年纪，脾胃功能就像用了几十年的旧机器，转速变慢，动力不足，运化能力大不如从前。这时候吃法再不对，水煮蛋就像硬塞，给旧机器沉重的零件，机器不但转不动，还容易直接卡住坏掉。今天我就把吃水煮蛋最伤脾胃的4个禁忌一个一个讲清楚，每一条都有中医道理，每一条都有真实的看诊经验，你一定要认真听，对照看看自己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。第一个禁忌就是早上空腹直接吃水煮蛋。很多长辈为了方便，起床洗脸刷牙后，拿起一颗放凉的水煮蛋就吃，连一口热水都不喝。你知道中医怎么说吗？空腹吃滋腻的东西，脾胃根本运化不了，只会造成负担。我们空腹的时候，胃里空空的，脾胃处于虚弱等待的状态。这时候突然吃下一颗质地滋腻的鸡蛋，脾胃必须调动全身仅有的气血去消化它。可是我们中老年人气血本来就不足，脾胃力气不够，消化不完，这些东西就会堵在胃里，变成食积。脾胃像被绑住一样，动不了，新的食物进不来，旧的机制排不出，浊气往上冲，自然就腹胀、反酸、打嗝、胸闷。就像刚才提到的李阿姨，一开始只是早上空腹吃一颗，后来觉得补得不够，早晚各一颗，脾胃完全承受不住。我给她的建议很简单，先调整饮食习惯，吃蛋之前一定要先喝半碗温热的小米粥，垫一垫肚子，再吃鸡蛋，同时慢慢调养脾胃。他照着做了1个月，再回来的时候，脸色红润了，反酸消失了，睡觉也安稳了，整个人轻松很多。你看，只是改变吃蛋的顺序，效果就这么明显，可见空腹吃蛋对脾胃的伤害有多大。第2个禁忌，长期吃半熟流心的溏心蛋。现在很多人觉得溏心蛋口感好，营养保留完整，长辈也跟着学，觉得蛋黄不凝固，更好消化，特意煮到流心才吃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从中医角度来看，没有完全煮熟的鸡蛋带有寒湿之气，而且卫生上也有风险，容易藏着不好的细菌。我们中老年人阳气慢慢变弱，脾胃本来就偏虚寒，再吃下带寒湿的溏心蛋，就像把一块冰直接放进肚子里，寒上加寒，进一步伤到脾胃的阳气。脾胃的阳气一弱，就像家里的炉火灭掉了，没办法腐熟食物，吃进去的东西冷沉胀，自然胃痛、拉肚子、大便稀溏、手脚冰冷。之前我看过一位71岁的王伯伯，他吃了10几年的溏心蛋，每天都要吃，说就爱这个味道。去年开始，他反复拉肚子，一天3、4次，大便像水一样，还带着没消化完的食物去医院治疗。好了没多久又复发，反反复复好几个月。后来家人带他来找我，我一看他的舌头，舌苔白得像雪，摸他的手和肚子都是冰凉的，典型的脾胃虚寒，湿气太重。我一问，果然每天都吃溏心蛋。我直接跟他说，你拉肚子的根源就是这颗流心蛋。我请他立刻把蛋煮到全熟，不要再吃溏心的，再配合温养脾胃的方式调整，半个月左右腹泻就完全好了。之后再也没有复发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溏心蛋再好吃，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都不适合鸡蛋一定要煮熟煮透，这是保护脾胃最基本的原则。第3个禁忌，吃水煮蛋的时候搭配浓茶一起喝。很多长辈吃蛋都习惯配一杯浓茶，说蛋黄油腻，浓茶可以解腻，吃完蛋喝一口浓茶，嘴巴舒服，心里也觉得健康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浓茶里面的物质会和鸡蛋里的蛋白质结合，形成一种很难消化的东西，粘在肠胃里，挡住运化，加重脾胃负担。中医认为浓茶性质偏凉，喝多了会伤阳气，碍消化，和鸡蛋一起吃，不但解不了腻，反而让积滞更严重，时间久了腹胀、
不消化、慢性胃炎都会慢慢找上门。刚才说的张先生就是因为长期鸡蛋配浓茶，把脾胃搞坏了，大便黏、肚子胀、没力气。我请他立刻停掉浓茶，改喝温开水。吃完蛋如果觉得腻，可以吃几颗山楂帮助消化，不要用浓茶。他照着调整1个月，大便不粘马桶了，腹胀消失，晨练也恢复精神，整个人清爽很多。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吃水煮蛋，千万不要配浓茶、白开水，淡淡的茶水才是最安全、最养脾胃的选择。第4个禁忌，一次吃太多，以为多吃多补。有些长辈觉得鸡蛋营养好，能补蛋白、固骨骼，就一天吃3、4颗，甚至把蛋当饭吃，觉得吃得越多，身体越补。但是中医最讲究过犹不及，再好的东西过量就是负担。鸡蛋滋腻难化，吃1颗，脾胃就要花力气去消化；吃2、3颗、3、4颗，脾胃必须超负荷工作。我们中老年人脾胃本来就弱，长期这样硬撑，只会把脾胃累坏，运化越来越差，营养吸收不了，反而堆出湿气、热气，出现口干、口苦、舌苔黄厚，身体沉重，甚至血脂、胆固醇也跟着受影响。之前我遇到一位56岁的林女士，退休后很怕钙质不够，听说蛋黄能帮助吸收营养，就每天吃3颗水煮蛋，蛋黄也全部吃完。吃了半年左右，她开始整天口苦、口干，喝水也没用，早上眼屎多，眼睛模糊，去检查发现血脂相关数值也偏高。她来找我，第一句话就问：大夫，我是不是补过头了？我看她的舌苔黄腻油腻，脉象偏快偏滑，典型的湿热内蕴，就是鸡蛋吃太多，脾胃运化不了，堆积出来的问题。我请他每天只吃1颗蛋，不要多吃，再配合清淡饮食，帮助利湿的食材调整。1个月后，口苦口干消失，身体状况也稳定下来。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鸡蛋不是越多越好。我们中老年人1天1颗就足够，吃多了反而伤身添毛病。讲完这4个伤脾胃的禁忌，你一定很想问，那到底要怎么吃水煮蛋才能补到营养又不伤脾胃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只要记住3个搭配，2个注意，就能让水煮蛋变成真正养脾胃、顾身体的好食材。第1个搭配，吃蛋之前先配温性主食垫肚子，不管再忙，吃水煮蛋之前一定要先吃一点温热的主食，比如小米粥、白粥、馒头、白吐司。小米粥在中医里最养脾胃，性温味甘，能健脾和胃，补虚弱。先喝小半碗温热的粥，让脾胃先暖起来，先动起来，再吃鸡蛋，运化起来更轻松，负担更小。就像旧机器，先预热，先上油，再开始工作，才不容易坏。如果早上真的没时间煮粥，吃1小块馒头，配1杯温开水，也能起到保护脾胃的作用。第2个搭配，煮蛋的时候加一点健脾的食材一起煮。我们平常煮水煮蛋，可以在水里放几片老姜，还有一点点陈皮。老姜性温，能暖胃散寒，开胃，帮脾胃增加动力，化解鸡蛋的滋腻。陈皮能理气、健脾、祛湿，帮助肠胃通气，好消化。做法很简单，冷水下锅，放3到5片老姜，再放一点点泡软，刮掉内瓤的陈皮，水开后煮8到10分钟，蛋全熟之后再焖几分钟。这样煮出来的蛋带着淡淡的姜香和陈皮香，好吃不苦，还能固脾胃，特别适合脾胃虚寒、容易怕冷、容易腹胀的长辈。第3个搭配，吃完蛋之后配一点帮助消化的食材。如果吃完鸡蛋觉得有点腻、有点胀，可以等15到20分钟，吃几颗山楂或者半根熟透的香蕉。山楂温性，能消食化积，特别适合化解蛋类、肉类的油腻。本草纲目也说，山楂能化饮食，消肉积；香蕉性平，能润肠，帮助消化。但是一定要选熟透的，生香蕉偏凉，反而伤脾胃。记住，不要吃完蛋立刻吃水果，
给脾胃一点缓冲时间，效果更好。除了这3个搭配，还有2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，你一定要记牢。第一个注意，鸡蛋一定要趁热吃，煮好的蛋不要放凉了再吃，凉蛋带有寒气，直接刺激肠胃，容易胃痛、腹胀。你可以把煮好的蛋放在温水里保温，要吃的时候再剥壳，温热入口，软软香香，对脾胃最温和、最友好。第二个注意，依照自己的体质弹性调整。如果你脾胃特别虚，吃一颗蛋都觉得胀，可以改成蒸蛋羹。蛋羹更软、更细、更好消化，适合肠胃弱的人。如果你容易上火、口干、喉咙痛，煮蛋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莲子辛清心火，但是不要放多，一点点就够。太多胃苦，反而不舒服。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就像一台用了几十年的老机器，经不起随便折腾。一颗小小的水煮蛋看起来是小事，可是吃对了就是养生，吃错了就是养病。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，脾胃顾得好，气血才充足，精神才好，睡眠才稳，才能少生病。不生病，安稳过好每一天。我看诊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长辈因为一个小小的饮食习惯，把脾胃伤到一开始不在意，觉得只是小毛病，等到拖久了变重了才来调理。其实很多问题只要早发现早调整，完全可以避免。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些吃水煮蛋的禁忌和正确方法，都是几十年看诊下来最实用、最贴近生活的经验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就从今天开始调整自己的习惯，也分享给身边的老朋友、老伙伴，让大家都能吃对鸡蛋，顾好脾胃，健康过日子。最后我想跟你说，养生从来不是买多贵的补品，也不是吃多稀有的食材，而是把每天的小事儿做对做稳。一颗普通的水煮蛋，一顿简单的家常饭，只要方法对，就能养出好身体、好精神。希望你从今天起好好照顾自己的脾胃，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，平安健康，每一天都过得舒服、自在、有精神。如果你之后在饮食上有疑问，或者脾胃还是有不舒服，不要自己硬撑，不要随便乱吃药，及时调整，温和调理，把小问题解决在初期，不要拖成大麻烦。平常多留意自己的舌苔、大便、精神状态，这些都是脾胃给你的信号。多观察，多调整，让脾胃一直有动力、有元气，陪你健健康康，享受安稳的晚年生活。